海玲当初不就是没有要彩礼吗？但是呢，彩礼钱呢，得按照正常的市场形成来要呀。父母狮子大开口，等于是掏光她未来婆家的家底来补贴2个哥哥，让她嫁过去后过苦日子，她就不能赞成啊。特别是周红林现在把钱都给她管着啊，房子装修需要买什么呀？周红林是1分钱都不再出的了，全是他这里掏钱，每次掏钱，叶佳妮都肉疼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他当家了就开始学会了精打细算，更何况他和周红林现在失业中，哪怕他们都有点存款，但坐吃山空呀，所以呢还得精打细算。此时此刻，叶佳妮都有点庆幸自己工作后，每个月的工资只给家里1/3，他花掉1/3，余下1/3存进了银行里，他才能有点私房钱。爱人先爱己，他是先学会爱自己，才爱别人。叶佳妮跳下车，关上了车门，并锁上了车。现在他开的这辆车呢，就是周红林的那辆。周红林自己又买了一辆新车，当然，新车也是10来万出头的。他说找不到工作，等办了婚礼后，他就去开滴滴车，赚钱养家。反正他娶了她就不会委屈她。叶佳妮觉得周红林对她还是真心的，至少比对海玲要好很多。深吸几口气后，叶佳妮重新开了车锁，从车上拿下自己的 LV 包，这是她和周红林恋爱时周红林送给她的。周红林说他从来没有送过贵重的物品给海玲，都是送给她的，就是周红林对她出手大方，加上她也年轻，颜值也不错，他就当了她的小三。挽着 LV 包，叶佳妮抬头挺胸，以胜利者的姿态朝任你食早餐店走去。谁知道她还没有走到，就看到一辆车驶来，停在了早餐店门口。那辆车化成灰，她都能认出来，她那个极品大姑姐周红英的。叶佳妮顿住了脚步，暂时不进去了。看看周红英，还有她婆婆又来找海玲做什么？海玲跟老太太商量着下周1开张营业时，请亲朋好友吃顿饭。老太太说在管城大酒店吃饭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钱不能让别人赚了去，还能给海玲最优惠的价格，甚至免单。战奶奶情还情，生意还生意，我请大家吃饭，是庆祝我新店开张的，哪能免单呀？给我优惠一下就行了，要不我自己买菜来做饭。他的是早餐店，只做上午的生意，中午就可以关门的了。有时间买菜做饭，自己做太累。那行，你去酒店订2桌，我跟浩宇说一声，给你算最优惠的。谢谢战奶奶。海玲没有再拒绝老太太给她的好处。两亲家要是太客气，反而显得生疏了。奶奶啊！一旁玩耍的洋洋看到奶奶和大姑推门进来，他叫了周母一声：“洋洋。”周母现在看到洋洋就像看到金子一样，以前他只是逗着洋洋玩乐，没有多少真心。现在分开了，他反而整天想着这个唯一的孙子了。他先上前抱起了洋洋，不停地亲着洋洋的小脸，亲的洋洋直皱眉头，他才罢休。洋洋，奶奶来的匆忙，没有给你买有玩具。奶奶给你钱，你拿着钱叫你妈妈带你去买东西，想买啥就买啥。那周母说着就掏出了一叠钱，数了几百块钱塞给洋洋。阿姨，海玲连忙阻止，她把儿子抱回来，说道：“阿姨，不要给洋洋钱，他还小，你给钱他给习惯了，以后老是吵着要钱买东西，这是个坏习惯。”周母说道：“那你拿着，这是我给洋洋买东西的。”说着，他把钱递给海玲。海玲推还，说道：“阿姨，洋洋现在什么都不缺，不用了，你留着花吧。”拜周母经常过来唠叨所赐。海玲知道周红林现在给父母的零花钱少了一半。周母说叶佳妮管钱了呢。叶佳妮小气得很，不肯给那么多钱公婆当零花钱，还跟周红林抱怨，就公婆因为以前花了一大笔钱买了养老险的，现在他们到了年纪，每个月都能有钱拿，不算很多，
但夫妻两家一起也有个4、5千块钱，吃的住的都是周红林出钱，公婆根本就不缺钱花。所以叶佳妮不给公婆太多零花钱了，怕公婆拿去补贴了极品大姑姐。阿姨有钱再说了，哎，这是给我孙子花的呀，拿着。周母硬是把钱塞给海玲，海玲还想推拒。老太太在一旁说道：“海玲，这是她当奶奶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孙子都这么大了，还没有穿过奶奶买给他的衣服吧？你拿去给洋洋买2套衣服。”周母的脸色就有点不好看了。她领教过老太太的厉害啊，脸色不好看也不敢说什么，不过钱还是给了海玲。周红英看得嫉妒极了，再看到海玲的店装修的不错，收拾的也整整齐齐的，看样子马上就可以赚钱。周红英更加的嫉妒，她也想当老板，但叶佳妮不肯借钱给她老公开店做建材生意，让她自己掏10几20万出来开店，周红英又肉疼。存在银行里还有利息呢，那给老公做生意万一亏了。海玲，你这店什么时候开张啊？周红英挤着笑脸问海玲，她现在觉得海玲比叶佳妮好100倍。海玲，你再忙也要注意身体啊，你看你都瘦了那么多，还是在我们家享福呀。你以前也是很瘦的，嫁给红林后就被红林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所有人都瞪着她，周红英就讪讪的笑，我说的是事实吗？海玲淡冷的道，我在减肥。减什么肥呀？就以前那样多好，有福气。别减了，现在这样也还好。不说周红英，所有周家人都不想海玲减肥，因为他们都知道海玲瘦下来后就会恢复婚前的颜值，会有其他男人追求她。周家人除了周红林之外，其他人都盼着海玲和周红林复婚的。2个人要是复婚，周红林肯定能进战氏集团当高管。听说战氏集团的高管年薪好几百万呢，钱还是次要的，主要是他们周家和首富战家也能年轻带故了，走出家门都能当螃蟹横着走。海玲，你店里需要请人吗？我现在没有工作，年纪也渐大，不好找工作了，拼不过那些年轻小姑娘呀。你要是请人，请我吧，我不会要太高的工资的，1个月给我7、8千块钱就可以了，包我吃住。周红英换了一个话题。周母也附和着女儿的话，对前儿媳妇说道，海玲，你姐失业好长时间了，你一个人开店还要带着洋洋，太累，请个人帮你，你也能轻松点，你姐又不是外人，也能干，你请她好过请别人不知根不知底的，万一请个手脚不干净回来的，那真是引狼入室。洋洋，你交给我带着吧，你安心做生意啊。周母想着把洋洋带过来，然后海童每天要往返周家接洋洋，就能跟红林见面，怎么说都是相识了10几年的，又有个儿子，想旧情复燃很容易。只要红林回心转意，他马上就把姓叶的赶出门，那个败家精。扫把星啊，自从姓叶的进门，他们家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，做的饭菜也不好吃，说他几句还哭上，让儿子心疼他，然后跟他们当父母的吵架。海玲冷着脸说道，我不需要请人，请不起啊，1个月给7、8千元的工资，他这是小店，小本生意，能盈利就很不错了，还请人，就算请人，他也给不起那么高的工资呀，况且也不会请周红英。洋洋，我自己带着吧，到9月份送他上幼儿园。海玲哪有不知道周母打的鬼主意，想利用洋洋让他和周红林复婚，复个毛婚呀。在那个坑里被坑惨了，他又不是傻的，怎么可能再跳进同一个坑里啊？离婚前呢，海玲对周红林的确还有感情的，但离婚时闹得厉害，那点感情就被消磨掉了。现在的海玲对周红林是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她宁愿当一辈子的单亲妈妈，也不会和周红林复婚。周家人后悔啊，是知道她有个有钱的大姨，知道她妹妹嫁入了豪门，想讨点好处而已，和她老家那些极品是一样的心思。怎么就请不起了？你又不是没钱，
红林分了那么多钱给你，你这店投资也不用多少钱的，你是不想请我是吧？海玲怎么说啊？我们也相识一场，还曾经是一家人。那周红英未说完的话呢，被他老娘拍了拍后就打住了，没有再往下说。他是习惯在海玲面前作威作福。老太太扭身进了洗手间，关上洗手间的门后，他老人家掏出手机就给战印打电话。战印很快接听了奶奶的电话。奶奶怎么啦？战印声音是低沉，老太太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他的心情很不错。不用问也知道是海童的功劳。他们战家的男人都这样，只要爱上了就爱得霸道专情，喜怒哀乐都给了对方，由对方牵动着他们的情绪。陆东明的联系电话给我，他的手机号码我没有保存，现在有急事找他。奶奶什么事儿跟我说一声，不用找陆东明帮忙啊。不用你，别问那么多，赶紧把陆东明的号码给我。战印狐疑地把好友的联系电话告诉了奶奶。末了，不死心地问道：奶奶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要找东明啊？没你的事，你上你的班。老太太要到了陆东明的手机号码后，马上就挂了宝贝孙子的电话。她想八卦一下都不行啊。老太太打电话给陆东明，等陆东明接听后呢，她用着很着急的口吻对陆东明说道：东明，出事了，那些极品又来欺负海玲了，就是海玲的钱婆婆还有钱大姑姐眼红海玲开店，要海玲把店铺转让给他们。海玲一个人斗不过人家母女俩，现在她可没有200斤的体重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想帮忙有心无力，往地上躺都吓不走他们，我只能向你求助了。你公司离这里又近，安排几个保安过来就行啊。老太太说完都不给陆东明多问一句话的机会，就摁断了通话。你要是亲自过来，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心思了。要是安排保安过来，算我看走眼。老太太捏着手机出了洗手间。不知道周家母女俩又说了什么话，反正海玲很生气哈，正赶着他们出去。老太太见状，差点就要去把周家母女俩拉了回来。要是陆东明来了，没有看到周家母女俩，他当什么英雄呀？好在呢，周家母女俩很给力，不用老太太去拉，他们也不愿意就这样离开。海玲，你姐现在是真的困难，红林又要结婚摆酒，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带着洋洋生活也花不了多少钱。还有你妹妹帮着你，你已经不缺钱了，借20万给你姐帮点小生意吧，你放心，是借的会还的。那周家母女俩过来就是想从海玲这里掏一笔钱给任辉开店做生意。海玲冷着脸配了周母一句：我妈只生了我和彤彤，我没有姐，你们少在我面前攀亲带故的，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啦，你们到底走不走啊？不走我拿扫把了。她前婆家应该由她老家的亲戚来对付极品四极品，那才过瘾呢。海玲，怎么说我也是洋洋的亲姑姑，你看在洋洋的面上，你是洋洋的亲姑姑，又不是我的亲姑姑，洋洋现在还要我这个当妈的养着呢。她的脸面不好使，赶紧滚，不要老是跑来我这里纠缠不休的。周红英脸黑黑的，海玲，你不借钱给我，就给我一份工作，否则我就不走了，我在你这里赖着。说着，他就硬是走回店里，在一张桌子前坐下。海玲那个气啊，这些无赖。那老太太在旁边看着，一声不吭。海玲把周红林的电话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打电话给周红林。等他接听电话后，他冷冷地道：周红林，赶紧过来把你妈和你大姐带走，他们又来我这里说你和叶佳妮的坏话了，我听得耳朵都起茧。周红林他妈和姐姐不是去找海玲要钱的吗？怎么又说起他和叶佳妮的坏话了？我马上过去。海玲，对不起啊。周红林替母亲和姐姐道歉，就赶紧挂电话，抄起车钥匙对父亲说道：爸，我妈和我姐又去海玲那里丢人现眼了，你和我一起去把他们带回来。周父黑着脸半晌说了句：真是造孽啊，好好的一个家被折腾得散了，换了一个儿媳妇。
老婆和女儿又想起了前儿媳妇的好，三不五时就去烦扰海玲，丢人现眼。你和叶佳妮办了婚礼后，我就带你妈回老家去，以后没大事我们都不进城了。周父觉得还是带着老婆女儿回老家住着，既能与新儿媳妇保持着距离，距离产生美吗？不至于天天闹矛盾，又能远离了前儿媳妇，还前儿媳妇安静的生活。周红林不说话，默许了父亲的决定。海玲才打完电话给前夫，就看到陆东明气势汹汹地推开了玻璃门，他身后跟着10几个保安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老太太来的人挺多的嘛，把这2个闹事的女人赶出去。陆东明一进来，问也不问，直接吩咐保安把周家母女赶出店去。他板着那张刀疤脸，眼神森冷，跟着出了店。往周家母女面前一站，就能把母女俩吓得瑟瑟发抖。这半条街的商铺都是我的，你们来我的租客这里闹事，是不把我陆东明放在眼里是吧？我警告你们，以后再敢来我租客这里闹事，我让你们吃不完兜着走。滚！我们马上滚！周母吓坏了，赶紧拉着女儿就跑，母女俩就跑回车上，很快就把车开走了。原本在外面看热闹的叶佳妮，在陆东明带着一班保安赶来时，就赶紧躲回他的车上，偷偷地看着这一幕。他还用手机拍下了视频，打算给周红林看看。海玲已经攀上高枝了，他周红林承了过去，以后就老实的跟他叶佳妮过日子吧。把周家母女赶跑后，陆东明自己回到店里，保安们都很识趣的留在外面，就是突然间10几名保安跑来，过于引人注目，海玲的左邻右舍全都探头出来看热闹，想探个究竟。陆东明的身份这些人并不知道，因为负责收租的人是陆东明的管家，他们压根儿想不到这个刀疤脸会是他们真正的房东。陆东明看着目瞪口呆的海玲，也看到了看好戏的老太太，他顿时觉得自己被坑了。哎，战奶奶是谁啊？哎，她老人家是老了，可身体好得很，对付周家母女那是绰绰有余的。再者，海玲也不是任人欺负的，凭她和老太太联手，绝对能把周家母女俩赶跑，用得着她带人赶来救场。战奶奶这是坑她呀。陆东明意识到自己被坑后，面上不显啊，他若无其事地走到洋洋的面前，蹲下身去把洋洋拉近前，然后抱起了洋洋。洋洋一向不喜欢陆叔叔抱他，被抱起来后呢，就挣扎。洋洋吓坏了吧？别怕哈，陆叔叔来救你了。陆总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来我这里的？海玲回过神来，本能地问了句。陆东明放下了挣扎的洋洋，送了那么多风车给洋洋，洋洋还是不喜欢他这个陆叔叔。陆东明觉得自己当叔叔当的真是失败，讨不好一个3岁的孩子。战奶奶打电话给我，说你前婆婆钱大姑姐来你这里闹事，叫我赶紧带人来帮忙，我担心他们会吓到洋洋，伤到战奶奶，就赶紧带着保安们赶来。你们都没事吧？海玲恍然，怪不得陆东明会突然间赶来。哎，原来是战奶奶打电话向他求助了。谁叫陆氏集团就在附近呢？老太太打电话向陆东明求助，正常的很。海玲没有多想，只是说道：他们是无赖，我也不怕他们，本打算去拎桶水泼走他们的陆总就带着人赶到了。陆总，谢谢你啊。陆东明说道：没事就好，以后他们再过来，你就直接开赶，不用跟他们多说话，那些人简直就是蛮不讲理。他们但凡做出一点打杂行为，都可以报警处理。可他们就是来诉苦、借钱，海玲还真不能报警处理。战奶奶，海玲，我忙着先走了，有事再打电话。回头我跟管家说一声，请几个保安在这条街道上巡查，保这一方平安，杜绝这种事情发生。陆东明来也匆匆，走也匆匆，总共待的时间都没有10分钟。海玲不知道老太太是故意试探陆东明的，
在陆东明带着保安团走后，他对老太太说道：“陆总真的是个好房东。当初我看中这里的商铺，不仅仅是人流量大，附近除了陆氏集团，还有其他小公司，觉得开早餐店能赚钱。现在我庆幸我选择了这里。陆总不是那种只管赚钱，不管租客死活的人。”老太太呵呵两声，半条街的商铺都是陆东明的，其他店主怕是连陆东明的身份都不清楚呢，更别提就被陆东明罩着了。老太太心知肚明，却没有点破。现在陆东明和海玲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。他老人家就看看不说话。陆东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啊，忍不住打电话给老友吐槽。他说道：“站印，你奶奶什么意思吗？他老人家有一身的拳脚功夫，老当益壮，不过是2个女人，他老人家只用一边手都能把那2个女人打跑，用得着向我求助吗？你说清楚一点，我听得糊里糊涂。我奶奶打电话给你做什么？遇到什么人了？”站印是听得一塌糊涂的，还不是你大姨姐的前婆婆母女俩跑去闹事，你奶奶打电话向我求助了。站印，我总觉得你奶奶今天像是我奶奶附体了一样，我被她老人家看得心虚啊。站印算是明白了，他奶奶可能看出点什么，逮着机会试探了一下陆东明。他凉凉的道：“我奶奶向你求助，你安排几个保安过去帮忙就行。怎么，你自己亲自撇下你繁重的工作，跑过去帮我姐赶跑了2个极品？何止是我呀，我还集合了我公司里的10几个保安，浩浩荡荡的杀过去的。”站印想到那场面，他笑道：“那真是杀鸡用了牛刀呀。”陆东明，站印，你奶奶什么意思？他老人家是不是误会我对海玲有意思呀？我真的单纯的喜欢洋洋这个孩子而已。站印觉得好友的解释就是掩饰，他奶奶看人的眼光是很准的。陆东明对他大姨姐若没有半点心思，他奶奶绝对不会试探陆东明。以前站印都觉得陆东明和海玲挺有缘分的，管城是座繁华的大城市，2个人都能经常偶上，那不是缘分是什么？洋洋这个孩子我也很喜欢，你对我姐有没有意思，那是你的私事，我又管不着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单纯的喜欢洋洋，不是冲着洋洋的妈妈去的。陆东明是站印的好友，站印对他很了解，但他觉得陆东明不适合大姨姐，主要是陆太太难缠。别说海玲是离过婚的女人，就算她未婚，陆太太都看不上她。我当然是冲着洋洋去的。陆东明说道：“我那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为什么你们总会怀疑我是冲着海玲去的？就算他对海玲稍微有点关心，那也是因为她是洋洋的妈。站印，你跟你奶奶说一声，让她老人家千万别帮我牵红线啊。”站印笑道：“我奶奶现在成了月老的代表吗？你们1个2个那样害怕她牵红线，放心吧，她老人家有几个孙子给她操心的呢，还轮不到你这个她好友的孙子。叶总也曾和我说过，让我帮军5少牵线，我哪会牵呀，我自己的线还是我奶奶牵的呢。叶总就说让我奶奶也帮个忙，我觉得我奶奶真的可以开一家婚姻介绍所，专门给你们这些黄金单身贵族牵线，赚到的谢媒钱绝对多。像陆东明这种年纪不小了的黄金单身贵族，一旦帮他牵成红线，陆家给的报酬那是相当丰厚的。”陆东明默了默后说道：“站奶奶是个老顽童呀，她今天给我来这一出，我就怕了。她都不敢直视老太太的眼睛了，总觉得心虚。行了，没别的事了，就是跟你吐槽一下，晚上一起吃饭。不了，我老婆会给我送爱心晚餐，我胃不太舒服，她承包了我的每天3餐，要调养好我的胃。”陆东明听出他话里的炫耀，默默地挂了电话。有老婆了不起啊，他要是想娶，随时都能娶个女人回家当老婆，当谁娶不到老婆似的。站印，我有老婆，我就是了不起。站印没有真的等着阿七给他送饭来，
他在下午4点多就离开了公司，在保镖团的簇拥下，浩浩荡荡地去了管城中学。海志文的车子还在书店门口停着，4个轮胎扁扁的，不管是进店的还是路过的人，都会多看2眼那辆车。海志文想请拖车去把自己的车子拖回来，又不敢光明正大的，怕被海童一顿骂，打算等晚上书店关门了，他再请拖车去把他的车拖去换车胎。那站印到书店的时候，商小飞也在那里。表姐，你也在啊？站印叫过商小飞表姐之后，再叫第2次就显得自然多了，也没有了纠结之情。商小飞是比他小几岁，但他的确是海童的表姐。他跟着老婆叫表姐很正常。我来接彤彤的。哎，你这是翘班过来的呀？站印沉声说道，我的事情忙完了，提前走，没有人会说什么。商小飞撇撇嘴，站印在战氏集团那是一言堂，他说了算，就算他1个月不回公司，也没有人敢说什么。更不要说他只是偶尔提前下班。站总很忙很忙，不过在彤彤面前，站总还是很闲的。商小飞这句话带着调侃的味道呀。以前站印连见他一面都说没时间，原来不是他没有时间，是他眼里无他。他若是喜欢的，再忙他都能挤出时间见他。想明白后，商小飞释然了。站印很优秀，他也不差，只是他不是他的菜而已。无妨啊，猪那么多，总有一头猪喜欢他这颗白菜的。彤彤呢？他说你最近胃不好，他得盯着你吃饭，提前给你做饭呢，打算做好了饭就给你送到公司里去。没想到你自己来了，彤彤能省事点。你等着，我帮你叫彤彤出来。话说站印，你过来也不知道有点表示的，就提着个脑袋进来了，2手空空的。商小飞见他说不出话来的样子，觉得好笑。也就是海童这种同样不在乎仪式的人才能适应站印吧。那沈小军起身进了厨房，接过好友手上的事情，让海童出来招待站印。站印，你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我还在熬汤呢，不过很快就能好了。海童从厨房里出来，站印看到爱妻，松一口气。说实话的，与商小飞相处呢，站印总有点压力，拉不下脸去讨好商小飞，又不敢对商小飞态度恶劣，怕商小飞在海童面前说他的坏话。彤彤，你陪着站印说说话吧，我进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商小飞不当电灯泡，也准备躲进厨房去。在走开之前呢，他凑到海童的耳边小声说道，站印很爱很爱你，别拿瞧了，好好珍惜吧，你会成为管城最幸福的女人的。冲着站印叫他表姐了，他给站印说说好话，开开后门。商小飞说完就扭身往里走，挤进厨房去帮忙。其实他大小姐啥也不会，就在厨房占个位置，看着沈小军和梁姨在准备晚餐。他走开后，站印颇为紧张的就问着海童，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说我的坏话。海童搬来一张凳子让他坐下，他绕回到收银台里，把未编织好的工艺品搬移地方，那样收银台便空出来了。小飞说，你是个非常优秀的男人，叫我一定要珍惜你，否则错过了我会后悔终身啊。你不要老以为小飞会说你的坏话，事实上他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你的坏话。夫妻俩还没有和好之前，商小飞都是说着站印的优点。那用商小飞的话说，他眼高于顶的人都对站印痴迷多年，说明站印是很优秀的，值得海童托付终身。至于站印隐瞒身份欺骗的事，商小飞是让海童气上2天就好了，怕夫妻俩闹得太僵，海童以后会后悔。商小飞是遗憾自己不能成为站印心爱之人，但他能够坦然面对站印成为自己的表妹夫，也衷心希望海童能够幸福吧。站印黑眸闪烁，有点意外吧，他以为商小飞会在海童面前极力的诋毁他呢。商小飞，
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外面那辆扁了车胎的车子是海志文的。是他的。战印掏出手机来，嘴上说道：“我打电话叫交警来拖车，在那里占地方，影响交通。他偷偷的来看了2次，大概是想趁我不在时，叫拖车来拖走吧。”海童话里有着讽刺，他就是做贼心虚的表现。对了，跟你说一下，你那个堂妹现在某市的整容医院预约了做整容手术的时间，你想让她整成什么样子？海童恶劣的道：“她想整成我的样子，取代我。那么喜欢当别人，就把她整成我大堂姐的模样吧。大堂姐和大堂哥是亲姐弟，她已经嫁人生子，她倒想看看海小真整成了大堂姐的样子，那些极品是什么反应，大堂姐夫妻俩又是什么反应？到时候让他们窝里反。你大堂姐叫什么名字？把她的名字告诉我，我跟苏南说一声，他让人查一下，就能知道你大堂姐现在长什么样，保管让你那个什么真整成她的样子。”海童把大堂姐的名字告诉了战印，战印马上就发给苏南，再加一条信息，就让那个海什么真整成这个女人的样子。苏南回了语音信息：“战印，你是不是又提前下班了呀？”战印答的理所当然是提前下班了。你有意见？我提前下班，你们不是很开心吗？战印不在公司，大家是很开心，可是苏南不开心呀，他也想提前下班去陪沈小军。当然了，战印小夫妻俩和好，苏南由衷的替战印感到开心，也觉得他们头顶的那片天总算变蓝了。过2天你有空吗？海童问着他。怎么啦？战印灼灼地看着他，有事需要我帮忙？只管说，我随时有空，就周末吧，周末你不用上班，陪我回一趟老家。我叫人拉上1车砖，1车沙石，跟着回村，把砖头和沙石倒在我家门口，放出风声去我和我姐要回乡重建我们的家。不等战印说话，海童继续说道：“奶奶说，我爷爷他们老是跑去拦截他们的车，这些人脸皮厚，无底线，无下限，丢了生意，失了工作，看似我们威胁不到他们了，那就从我父母留下的房子入手吧。本来我和我姐商量过了，年后也是要回去争回属于我们的房子的。我们回去一趟，风声传出去，保管我爷爷会带着他们杀回村子里去，他们从我这里讨不到好处，我爸妈留下来的房产，他们怕是死都不肯放手。这样做能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回村子里去，脸已经撕得不能再破，这起官司也该打了。老家那些极品亲戚太过分，海童一直在想着怎样把他们引走，想到了父母留下的房产，他决定从房子入手，反正也是要打官司的了。战印黑眸闪烁，觉得海童这个法子可行，主要是房子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。行，周末的时候我陪你回老家一趟，也临近清明节了，你说你们已经很久不能拜祭你们的爸妈，今年清明我一定能让你姐妹俩给爸妈上支香的。他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坟墓被那班极品迁走了，海童姐妹都不知道他们迁到了哪里，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姐妹俩去拜祭父母，而是让海志文以儿子的身份去上香，借此光明正大的继承他老丈人的遗产。提及父母，海童神色黯然，战印握住他的手，安抚着他：爸妈在天有灵，看到你和姐姐都过得好，他们会放心的。属于我爸妈的东西，我都会要回来，有我在，你只管去争取，我会帮你请最好的律师跟他们打官司，不让他们占半分的便宜。海童用力的点头。可。商小飞轻咳2声，打断小夫妻俩的话。然后呢，他在夫妻俩的注视下走过去。彤彤，我妈打电话过来，让你跟着我一起回家，化妆换礼服，准备去参加宴会了。他又对战印说道：彤彤提前给你准备的爱心晚餐已经做好，战印，你是在这里吃了再走，还是打包好给你带走？战印看着海童，
他是希望海童陪他的，吃了再走吧，我陪你吃一点。海童很了解自家男人，有他陪着，他吃饭都香。他现在亲自为他准备每天的3餐，本就是要养好他的胃。宴会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比较少，都吃一点垫着肚子吧。商小飞找了个借口，他帮忙摆好小餐桌，拿来抹布擦拭着桌子。彤彤，周末你回老家，介意我和我妈跟着去吗？我想看看我小姨生活过的地方，我妈更不必说了。她早就想去你们老家看看，也想见见我小姨的养父母。虽说在她小姨死后，小姨的养父母也分走了40万的死亡赔偿金，之后也不再与海童姐妹俩来往。当是断了这门亲，毕竟他们是最后养大她小姨的人家。商太太想知道妹妹成长的事，只能通过妹妹养父母的嘴获知。不管怎么样，商太太对妹妹的养父母还是感激的，要不是有他们，她的妹妹说不定活不到成年，也无法给她留下2个外甥女，抚慰一下她寻妹的心灵。当然不会介意，大姨早就说过要跟着我回老家看看的，也想给我妈上支香，只是年后事情多，一直没有实现。年后不久，他就知道了战印的真实身份。夫妻俩闹一回，身边的人也跟着担心，受罪啊，那回老家的事情就搁下了。商小飞又说道，你刚才和战印说的话，我也听到了，房子的事尽早解决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需要我们帮忙的一定要开口。放心，需要用到你的地方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商小飞哼哼2声，说你就是嘴巴会哄我，每次有什么事，你都是把我排除在外，就自己去冲锋喊阵。商小飞始终记着海童带着一班人去砸了周红林房子的事，小军都跟海童说要不要叫上他，海童连跟他说一声都没有，害得他错过了最热闹的事情啊。